是我不好，你不是杀我爹的人。我现在为我爹做过的事情和你道歉，还有我自己做过的事情，跟你说对不起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做了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。还有你爹的事，他死的那天我去找过他，当他知道我的身世之后，他跪在我的面前，祈求我原谅他。我爹真的这样做了？那你原谅他了吗？我没那么伟大，就算你爹跪在我面前一辈子，我爹也不会复活。不过，我没有杀你爹。今天的这一切，都是我用我自己做诱饵来布的一个局，目的就是为了找出杀你爹的真凶。关于你爹的死，我一直欠你一个解释。我不明白，什么叫做诱饵布局啊？你爹的事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了，到了那天，我们两家就恩怨两清，各不相欠了。好了，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终于不枉我的苦肉计，老蔡可算被逼出来了。我说江老弟，你不要怪我埋怨你，你做的事情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商量？就这么铤而走险用苦肉计，你要是在我们警察所有个3长2短，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你？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呀？如果我提前把计划告诉你，那场戏怎么演？如果不实打实的被他们打个半死，他们怎么会相信秘方不在我这儿，而是有可能在老蔡手上？行了行了，老弟啊，你呀，总之这个事情太冒险了，不管以后有任何事情，必须得事先跟我商量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喝口茶，消消气。来来来，别这样。不过现在挺好的，老蔡被抓到了，吴宏达的案子应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这你就放心吧，今天上午陈所长会亲自审讯那个老蔡，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也会水落石出。是不是你让人对江玉动的私刑？是不是你做的？是我让人做。你回答得很干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犯法的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忍了？蔡红，我不相信江玉不是杀害你爹的凶手，我也不相信他没有从你爹身上拿走秘方。我这么做只是逼出他的真面目，让你早一天认清。你说的太轻松了。你现在让人把江玉打成那个样子，你逼出真相了吗？彩虹，我知道在你心里面，
你选择了相信江宇，所以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。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就算他真的是嫌疑犯，那审讯他的应该是警察，我绝对不能认同你这么残忍的方法。彩虹，你不是在就事论事，你是在心疼他。你还记得那天在飞鹰塔下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我多想带着你的心回到原点，你的眼里只有我，相信我。你不要忘了，是你爹逼得江瑜家破人亡，他有杀害你爹的动机。你们俩之间隔着世仇，你和他隔着天和地这样的距离。彩虹，你的心越偏向他，你就会越受到伤害。我不想你受到伤害，我想保护你。你现在这么做，只会让我离你越来越远。你在这淘米熬粥，是要给江瑜送去吗？是啊，你把人家打成那个样子，我要替你去道歉。我不希望你去。你忘了你们两家隔着什么样的仇恨了吗？我记得江瑜跟我讲过，仇恨也不一定终结在仇恨之中，即使在最肮脏的淤泥里面，也可以开出最纯洁的花来。你太天真了。即使淤泥里面开出高洁的花，那也是带毒刺的，因为播下的是仇恨的种子。这种带毒刺的花不仅会伤到你自己，也会伤到你周围的人。上一代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，可是现在，我如果不努力试一试，怎么会知道呢？你改变不了结果。哎呦，少天、彩虹，你们走了？伯母，没事儿，我跟彩虹只是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。哦，对了，玛丽找你说有事，在大门口等着你呢。哦，那我先去找她。啊，谢谢伯母。彩虹啊，你听姨娘一句劝。现在吴家不比以前风光了，你的脾气啊也得改改。其实少天不错的，生意做得这么好，你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抓住幸福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。有的时候，我倒希望他别对我这么好，否则他越是这样，我心里越是觉得愧疚，有些话也说不出口。哎呀，你看你。脾气老是这么倔，其实男女的事没你想的这么复杂，很简单。你趁着自己年轻貌美，找个好的男人，结婚生小孩，好好的过日子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其实通常条件好的男人，脾气都大一点。不过我看少天啊，真的不错，顺着你，对你又好，还那么宠着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啊。进来。你是要出院了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亲手熬的粥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下人，你不需要做这些事情。我想做一些事，来弥补我们的过失。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不用向我道歉，更不需要为了你爹的事来跟我说对不起。不过，你来的正好，
我答应过你，关于你爹的死，我欠你一个解释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看戏。可以说不看会后悔的戏。坐下。老蔡啊，今天我们请了几个证人过来，跟你对质。陈所长，你不用请证人了。之前是我糊涂，以为能赖得过去，现在我决定认罪了。玲珑的钱是我拿的，我是以亲戚的名义开了假公司，之后又模仿了吴老爷的签名，把钱转走了。你昨天打死都不肯承认，现在突然改口了。老蔡，你在玩什么花招？经过这一夜，我想清楚了，既然人证物证都在，我想赖是赖不过去的，还不如我老实交代。也许陈所长，你看到我认罪态度好，可以对我从轻发落呢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为了给你同伙脱罪，所以才说出这番话，对吧？我没有什么同伙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陈所长，玲珑的钱是我拿的，你定我的罪吧。好啊，那就是说你偷钱之后，吴宏达发现了，你就杀他灭口，是吗？没有啊，陈所长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害吴老爷。少跟我废话！我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同伙？我拿了玲珑的钱，已经是千错万错了，我更不敢杀人，更何况杀害吴老爷了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有没有同伙？你要知道，包庇罪也是很严重的。我真的没有同伙，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。我要是有同伙，我肯定把他供出来，减轻我自己的罪呀。好，让他签字画押，把他带出去。你们觉得老蔡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有一部分是，他至少还隐瞒了最重要的，就是另外一个同伙。你为什么这么觉得？他的态度跟昨天来了一个大逆转，太可疑了吧？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，我们还得继续查下去。我觉得也许是你想多了。自打我爹出事那天，我们都知道钱是老蔡拿的，只是一直抓不到他。或许现在他只是想通了，觉得抵赖不了了，才承认的吧。少天哥，你怎么来了不进去啊？彩虹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？有些话我想跟你说，我怕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你要出去吗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少天哥，这么晚了，你带我来这儿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想告诉我？你不是说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才会到这儿来吗？彩虹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吧？这个塔有神奇的力量，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你只要围着这个塔转上一圈，那么一切就可以回到原点。我多想一切都回到原点呢，这样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。可是我不明白，少天哥，你要回到的原点是哪个原点啊？我们要回到哪里去啊？是啊，回到哪里去？这么多年，
走过那么多路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如果不是一念之差，如果一切真的可以重来，我该回到哪个原点？是回到我爹过世的时候，还是回到我第一次来到玲珑的时候，还是回到第一次你爹带我去你家，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？如果我爹没有那么早去世，我就不会想去玲珑；如果不去玲珑，我就不会遇到你；如果不遇见你，彩虹，其实我知道，一切都无法回到原点了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我走了这条路，我才认识了你。而认识了你，是我不幸痛苦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。少天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彩虹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也许以后我都不会再有机会对你说了。你知道吗？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我不后悔。爱会不会枯萎？聚散总叫人不得不相信缘分。你是我的谁，让我如此伤悲？当你松开我紧握的手，是否和我心中一样滋味？你是我的谁，像一场梦自由的飞，你给的爱太匆忙太美，一笑而过放在心中回味。少天哥，你一定有事瞒着我。难道比上次你去战场送军需用品还要严重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可不可以不要去？你不要害怕，很多事情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过去。一笑而过，放在心中回味。你是我的谁，所有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。当你松开我紧握的手，是否和我心中一样滋味？你是我的谁，夜空真美，多希望我们一生一世都在一起，看遍世界的风景，春夏秋冬，白昼黑夜，永远在一起。虽然我想和你一生一世在一起，但是我现在只有送你回家的时间了。彩虹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明天告诉你。你先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早上起来就知道答案了，好吗？就明天。明天。少天哥，你的手好冷啊！我还记得以前你的手很温暖，总是帮我捂手。没想到如今是彩虹温暖少天哥的手了。
彩虹，谢谢你。别动！别动！周少天，跟我们回警察所吧。老蔡，你已经承认了是你偷走了玲珑的钱，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有没有同伙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没有同伙。好吧，把他们带进来。是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阿甘，爹。儿子，陈所长，不关我老婆孩子的事儿，你把他们抓进来干什么？阿甘，我和儿子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多可怕的事情。先把他们带出去。是。老婆，老婆，儿子，坐下，对。老蔡啊，之前你老婆孩子在坏人的手里，我把他们给救出来了。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老蔡，你偷了玲珑这么多钱，这罪名可不小。你想后半生都在监狱中度过，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也要为你老婆和孩子想想。我是真心想帮你。如果你肯合作，我会亲自向法官求情。前提是，你得说实话。是周少天，这一切都是周少天逼我做的。是周少天为我设下的局，他引我去赌博，然后我欠下了巨额的赌债，我还不上钱，他就逼着我和他一起弄了一个假。周先生，坐吧。周先生，今天请你过来，希望你合作。我们有些问题想问你，希望你如实回答。老蔡已经被我们抓起来，而且他把你供出来了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江宇，你真够处心积虑的，你已经迫不及待的给我定罪了吗？周少天，我知道玲珑的钱是你拿的，那吴宏达也是你杀的吧？为什么这么着急给我扣上谋财害命的帽子？这是谁的主意？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事情不是是和不是这么简单。是还是不是？
在你心里面，早已经相信江宇将我定罪了，对吧？彩虹，你回答我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老蔡已经指证你，你还有什么想要为自己辩驳的吗？警察给人定罪都是讲究证据的。既然你们认定我杀了人，那就请拿出证据来。好啊，把他带走。他既然知道我们在这儿，让他回答一句，就这么难吗？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走走，你先回去吧。小姐，老蔡已经招供咬出了周少天，周少天现在已经被警察带走问话了。周少天招供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听说他态度蛮横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咱们要不要去营救周少天呢？先不用，等我去牢里看看他再说。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？啊，吴宏达死的那一天，见过3个人。周少天、江瑜还有老蔡。江瑜我逼问过他，他手上肯定没有秘方。我要借这个机会，再问一下周少天，如果他手上没有秘方，对我来说，他就是个弃子。那我就专心的对付老蔡。还是小姐高明，我先去安排一下。其实我知道，一切都无法回到原点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我走了这条路，才认识了你，而认识了你，是我不幸痛苦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。彩虹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不要害怕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，所有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。虽然我想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，但是我现在只有送你回家的时间了。少天哥跟我说的这些话绝对不是假的，我不相信他是杀我爹的凶手，我还要去问问他。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，回去吧。你什么都不说，是因为无话可说，证据确凿吗？
少天哥，你真的一句解释、一句道歉的话都不想跟我讲？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对我说爱我，要保护我。那你为什么要拿玲珑的钱？为什么要害我爹？彩虹，你我的相识就当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面对现实了。我不会相信，它也不是一场梦。我只想听你说，是不是你害死我爹的？你对我讲一句真话，真有那么难吗？请让吴小姐出去。吴小姐，走吧，沈安的事儿有我们警察呢。少天，你为吴彩虹付出那么多，得到了什么？你为他所有的付出，在他眼里都一文不值。他只会恨你，偷了玲珑的钱，杀了他的爹。陆小姐找我，到底有何贵干呀？咱们也算朋友一场。你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我是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，也好尽了朋友的情谊。陆小姐什么时候成了惦念朋友的人了？何况我们根本不是朋友，只不过是利聚而来，利尽而散罢了。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。你真是个直白的人。好，我也喜欢直白的人，这样说还省力。那就直话直说好了。你到底有没有秘方？我回答过很多遍了，没有。看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？他们逼问你，是想置你于死地；我问你，我是想救你。你如果手上有秘方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献给卢督军，让他在警察面前说你的好话，把你弄出这个监狱。吴彩虹不可能再相信你了，这个世界上能帮你的只有我。你如果现在把秘方给我，我可以把你弄出去，让你远走高飞。我这人说过的话，从来不说第二遍。好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既然你是这种态度，那我就帮不了你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从来也没想过让你来帮我。好，既然你不仁，也就别怪我不义了。
这是老蔡的证词，陆曼的证词，卢督军手下黄三师的证词，派克金比海外厂商发来的电报，还有你跟陆曼小姐签的荣达真正的合同。我们会依照程序将这些证据提交法庭。如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，现在可以说。不过你也可以选择不说话，请个律师，到法庭上再说。我放弃请律师。周少天，我跟你也算是相识一场，你是聪明人，证据都在这里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自己的结果吧。我知道。即将水落石出，明日开庭，凶手为其准女婿。做一份报纸。居然还有一本没被烧掉。之前菲菲整理旧账本的时候，漏了一本没有放进仓库，所以没有被周少天烧掉。昨天才发现，这里面应该都是周少天挪用玲珑的钱的证据。你看看有没有帮助吧？一定有用的。谢谢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得准备去法庭，我们法庭见吧。我今天就不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再找我吧。你不去？我以为你一定会去的。那是吴家的事，跟我无关，我去干嘛？可是你一直很帮忙。那是因为周少天一直让人误会我是真凶，我只是在自保。自保？自保。好吧，自保就自保。我想现在彩虹身边很需要一个人，我怕他承受不了最后的结果。没事的，他身边有家人陪伴，而且他也是时候要学习独立，让他习惯一下吧。江先生，你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冷，不过其实你还是很温柔的。我温柔你也看得出来。也许吧。行了，我今天就在这儿。如果有什么事，随时来找我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根据警察所提供的证人证言，今天法院对周少天的案子进行公审，现在开庭。周少天，根据原玲珑财务主管蔡长根的证言，你身为吴宏达的书记，伙同蔡长根一起，利用职务之便，非法转移玲珑资金，数额高达100万大洋。关于这一指控，你有什么需要反驳的吗？根据荣达公司老板陆曼证言，你把从玲珑转移来的部分资金用于创办荣达制染公司，其实你才是荣达公司真正的老板。关于这一指控，你有何异议吗？周少天，根据海外派克钢笔厂商打来的电报，你曾买过一支钢笔，后被证实笔尖与吴宏达死亡时身上的伤口吻合。再根据陆曼和黄俊生的证言，你从黄俊生手里得到过一支同样的钢笔。将两个证据联系在一起，本庭推定你用先前买的钢笔杀害了吴宏达。事后，你又从黄俊生手里取得另一支，其目的是为了掩盖钢笔这一杀人凶器，进而掩盖你伤害吴宏达的事实。关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？我是默认了。少天，你快说话呀！根据以上。
怎么晕倒了？老蔡，老蔡，老蔡！肃清！怎么了？另外，荣达自然股份有限公司和原吴家大宅因属于周少天用非法手段获得，本庭判定返还给吴家人所有。退庭。没有效，不过要马上送医院救治。那就别耽误时间了，你跟我去医院，快！好，快！你们两个守在这里。是。不要！我不知道。说一下吧。停！你们的救护车到底在哪里？世事难料，是周少天，这是直面受袭啊！人还见，没想到根本就老天终于开眼了，没想到，这样一来，老爷就可以瞑目了。娘，我们走吧。要不说现在这人呐，路上现给闹的，这平时大路上交道肯定是真是跟小怪物一样。真是，哎，行，你看，哎，行。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福音院的医生。刚才接到你们警察打来的电话，说法庭上有人当庭晕倒了，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赶来了。可是刚才已经来过医生了，把病人都接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医院人手有限，不可能再有别的医生了。所长，怎么了？老蔡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不要声张，马上把他找回来。是。喂，江老板，法庭宣判了，周少天被判了死刑。知道了。可是老蔡被人劫走了。周少天，来世再见。曾以为到了终点，再也无法进退，心里面害怕面。少天哥，你真是超级好男人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啊，城里好多姑娘都想嫁给你呢。你想嫁给谁？我……哎，那你们要是觉得不错的话，是不是先把这个月的房租先付了？哎，好。对不起，少天哥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彩虹。现在实在没办法，才让你们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。以我目前的实力，也实在没办法。不过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住太久。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：彩虹，我们在一起吧，让我来照顾你。彩虹，少天哥，跟我一起打。少天哥，不要打！少天哥。
不要不相信，你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事实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等这样一个机会，和你翩翩起舞。你知道吗？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我爱你。样滋味，你是我的水，像一场梦自由的飞。你给的爱太匆忙太美，一笑而过，放在心中回味。伯母，您坐。喝茶。伯母，您过来，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吴小姐，警察说少天偷了玲珑的钱，这我是相信的，而且我知道他计划很久。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，玲珑在10几年前是江家的。我知道，我爹诬陷了江老爷，查封了玲珑。我知道是我爹害死了江老爷，但有些事儿你不知道，少天一定也没跟你说。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10几年前，我在江家的玲珑厂当女工，少天他爹病重在床，多亏有江老爷的帮助，我们才能有一点钱给少天他爹看病。后来工厂出事了，你爹查封了玲珑，解雇了玲珑工厂原来所有的工人，眼看着我们全家就要饿死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少天他爹每天在床上痛苦的嚎叫，没钱买药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是我亲手用枕头捂死了少天他爹，为了帮他解脱痛苦，也是为了让少天能有口吃的活下来。少天亲眼看见了这一切，伯母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爹没有诬陷江老爷，没有查封玲珑，你就不会失去工作，
也不会有这些惨剧发生。不，吴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怪罪吴老爷，这是我们穷人的命。但是这件事对少天的刺激太大了。后来，你爹接管了玲珑，少天就处心积虑的想进入玲珑，接近你爹。我想，他就是想拿走玲珑的钱，让你爹尝尝没钱的滋味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也不能杀死我爹，杀人总要偿命的。少天不会杀人的，吴小姐。少天进入玲珑，接近你爹，这是在他的复仇计划以内。可是他爱上了你，而且无法控制，这是在他计划以外的。这些年，他活得有多纠结，有多痛苦，我这个做娘的都看在眼里。我不是为儿子说话。吴小姐，你想想，如果说他杀了吴老爷，他为什么不走啊？他是放不下你，他是不会杀人的。那为什么少天哥在法庭上一句解释，甚至一句反驳都没有呢？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也许少天有什么苦衷呢？上次你和江少爷拿着钢笔证据来我家之后，我问过他，他是以他爹的名义跟我起誓的，说他没有杀人。我相信我的儿子。吴小姐，不能这么草率的就把少天定为杀人凶手啊！你想想他对你的真心，你想想他对你的好，我求求你了，吴小姐，救救我儿子吧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！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会好好想一想的。谢谢。少天进入玲珑，接近你爹，这是在他的复仇计划以内。可是他爱上了你，而且无法控制，这是在他计划以外的。如果说他杀了吴老爷，他为什么不走啊？他是放不下你，他是不会杀人的。他是以他爹的名义跟我起誓的，说他没有杀人。我相信我的儿子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心里很乱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到这儿来了。今天周伯母讲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想到我爹的一个贪念，居然造成了这么多悲剧，我该怎么办？周伯母跟你说了什么？原来周大叔的死，也间接的跟我爹有关。是我爹夺走了玲珑，害得周伯母失业，因此他没钱给周大叔看病。那个时候，少天哥亲眼看见了他娘用枕头捂死周大叔。所以说，周少天做这么多的事，是为给他爹报仇。周伯母说，少天哥起先偷钱是有计划的，
他是想让我爹尝尝没有钱的滋味，但是他并没有杀我爹。我认识少天哥有7、8年了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他是杀我爹的凶手，我也没有办法相信。可是现在他一言不发，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，就要被执行死刑。江宇，你那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救他。你帮帮我，救救少天哥。自从昨天老蔡突然被人劫走之后，我觉得整件事情非常奇怪。周少天已经被定了罪，到底还有谁会做这样的事情？还有谁要抓走老蔡？唯一的可能，就是有人想要秘方，因为那张秘方还在老蔡手里。我听陈所长说，还有一批人正在找老蔡的夫人和儿子。如果那帮人和秘方有关系，那会不会跟你爹的死也有关系？那我们去找少天哥问清楚。你可以陪我去吗？周伯母来找过我，她不相信你是杀人凶手。少天哥，我也不相信你是杀我爹的人。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既然法庭都已经判定了，你又何必多此一问呢？你在我爹身边待了10年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不相信。喂，过2天你就要死了，君子坦荡荡，有什么不敢说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啊？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既然你要我说真话，那么我也要依据你的实话。到我们交换真心话的时候了。我马上就要上断头台的人了，没什么顾虑。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吴宏达临死前的秘方到底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你给我一句实话，我就告诉你真话。没错，真的秘方在我手里，但是已经被我烧掉了。秘方果然在你手上。江宇，你够狡猾，竟然骗过了所有人。那张秘方是吴宏达亲手交给我的，并不是大家所想的是我把他杀了，再抢过来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说要到18岁之后，才可以继承秘方的最后一道工序。你是在骗我吗？我这样做是为了逼出杀你爹的真正凶手。我们江家的秘方，最后一道固色工序是口口相传。我爹在我小时候就告诉我了，我一直记在脑子里面。而你爹还给我的秘方，是前面的所有工序，那张秘方才是要等到我18岁才能继承的。好了，到你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杀吴宏达？
我没有。我知道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你爹，我没做过。如果不是你，你为什么不否认？我否认了，你还会相信我？这么说，你的确拿了玲珑的钱，你还用钢笔伤了吴宏达，但是你没有杀他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吴宏达发现玲珑的钱被转走了之后，就对我和老蔡起了疑心。我就在办公室等你，并发生了争执。再见。进来。老板，你找我？你把事情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。老板，我就是借出去了一点钱给另外一个公司，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一点钱？原来玲珑这么多年全部的利润，在你的眼里就一点钱，你把钱全借出去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要了玲珑的命？老板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家公司说急等着用钱，然后要给我5分的利息，我也是想替5分利？你管了10几年的账，居然会相信这种天方夜谭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失误，是阴谋。老板，你得相信我呀！我对您一直忠心耿耿，您一定要相信我呀！我也是被其他人给骗了。行，那你告诉我，到底谁骗了你？说。老板，彩虹说一会儿接您一起回家，我以为您这边已经处理完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明天一早到办公室等我。是。老板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还要见一个重要客户。好的。少天，你没有其他话对我说吗？老板，您还有事吗？还装！你为什么要勾结老蔡，骗玲珑的钱？啊？我这些年对你不薄啊！你为什么要干出这样的事？你说，老蔡是外人，他这么做我不奇怪，但你呢？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，把你当自己人，明里暗里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我说你是我看好的接班人，玲珑早晚是你的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啊，是不是嫌我活得太久了？啊，嫌我快点死是不是？其实，事情不完全是你想的那样。行，那你说，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现在听你说，你说吧。嗯，哼，没话说了吧？嗯？哎，周少天呐，枉我对你一片苦心呐！你现在想娶我女儿，你想都别想。行，你不说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哼，白眼狼！我现在打电话报警，你等着。滚开！放手！我现在就报警！
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是被逼的，被你逼的。我怎么逼你的？啊！你这个家伙！慌乱中，我用钢笔伤了你是不是要杀我？之后我匆匆离开，那个伤口在肩膀上，但不足以致命。我没有杀他。那我爹到底是谁杀的？他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当时和老蔡在一起，事情败露，他非常的害怕，让我跟他一起逃。那就来不及了！难道你真的想坐牢吗？我刚才跟老板吵架的时候把他给刺伤了，我没想这样。那你更得赶紧跑了，吴宏达不会饶了你的。不行，我得和彩虹说清楚，现在走了，以后就是有嘴也说不清了。我说你个大男人，为了个女人怎么就婆婆妈妈的呢？彩虹，你说你当时赶到楼下的时候，听到了旁边福音医院的正午钟声，而那个时候，我和老蔡也都听到了钟声。看来现在只有老蔡才能证明你是清白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找到老蔡。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劫走了老蔡？你也已经想到了吧？劫走老蔡只对一个人还有价值。我现在怀疑，他才是凶手。我也这么认为。那个人是陆曼。你终于醒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绑到这里来？不该问的就不要问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了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命吗？好，不问，我不问。可是你们为什么把我召到这里来呀？我请你来呢，是想问你要吴宏达手上的致染秘方。只要你交出秘方，我不仅保证你平安无事，还可以保证你后半辈子享尽荣华富贵。什么秘方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什么秘方啊。哼，给我打马虎眼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把秘方拿出来，你只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没有什么秘方。好，既然我跟他好说好商量，他不肯说，那你们就给他点厉害尝尝吧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他嘴硬，还是鞭子硬。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真的没有什么秘方，你们就是打死我也没有啊！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肯交出秘方了，再来通知我。是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可以用秘方来交换老蔡。秘方？你是说你们江家祖传的秘方？你真的愿意用它来换老蔡？我的意思是用秘方来做诱饵，找出老蔡的藏身之处。可如果拿出秘方，陆曼也不承认老蔡在他手上呢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找周少天想想办法。坏人更了解坏人嘛。
这个办法可行。陆曼那个家伙，对秘方简直是偏执到疯狂。为了得到他，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大家好好想想，看怎么可以让陆曼承认老蔡就在他手上。可以让我的兄弟玛丽去投靠他，告诉他秘方在老蔡的老婆林氏手里。这主意不错。跟林氏做交易，陆曼会比较放心，而且说秘方在林氏手里，也相对比较可信。至于陆曼是否能相信秘方的真伪，后面的事情就看你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少爷，吩咐下去，要让全湖州的人都知道，我在找老蔡的下落。是。你这样做是为了让陆曼进一步相信秘方确实在老蔡手上。